大家好，我是龚一鸣，又见面了。这是航空航天联动系列的第2期，让我们来看看燃料和工质。这也是前2个系列的视频里很多人在评论里零散提到的，这里集中起来做一期系统性的介绍。当前的航天和航空引擎大多都是靠化学能，所以少不了燃烧的一步。燃烧需要燃料和氧化剂，这成了它们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。不同的燃料和氧化剂的组合，能释放的能量、体积、需要保存的温度、毒性都不相同，在各种飞行器选择的时候，往往需要权衡。氧化剂方面比较简单，航空引擎就是吸入空气中的氧气，航天引擎早期有用常温的过氧化氢，后来转向常温的4氧化二氮，但因为4氧化二氮有毒，与之配合的井类燃料也有毒，在使用安全方面需要特别小心。再往后的低温火箭用的都是液氧作为氧化剂。燃料方面，火箭引擎有用过偏二甲肼和4氧化二氮配合使用，它可以在常温存储，但剧毒。活塞引擎可以用汽油，涡轮引擎的客机和绝大部分军机都是用航空煤油。这是一种以煤油为基础的烃类燃料，质量能量密度是43兆焦每千克，它在常温下是液态，密度较大，体积能量密度是35兆焦每升。火箭用的 RP-1 也是煤油，能量密度也差不多。航天飞机以来，液氢燃料用的越来越多，比重比 RP-1 高了一截。之前经常有人问，为什么不用氢作为航空燃料？其实有啊，不少高速实验飞机用的就是液氢。液氢的能量密度可以到 141.9 兆焦每千克，非常显著。但问题在于，氢的密度实在很低，即便是低温液态了，体积能量密度也只有10兆焦每升。换句话说，需要体积大得多的燃料箱才能提供同样多的能量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要让氢处于液态，需要保持在-252.8度以下。在这个温度下，空气里的氮气和氧气早已液化。如果在燃料箱灌入液氢之前，不想办法排出空气的话，液氢会把空气液化并且包裹住，其中氧达到一定比例，就会和氢起反应，造成自燃。液氢燃料的火箭在燃料灌注和引擎点火前，都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和工序来吹掉空气。对于使用频次很低，并且每次只工作几分钟的火箭来说，保持低温可以在外面包裹一层隔热层，这往往要牺牲超过10%的重量。但作为普通飞机，如果用液氢作为燃料，体积就得大几倍，单纯的隔热无法维持几个小时的飞行，还得有主动冷却系统，重量也上去了。每次起飞之前需要复杂得多的工序和安全保障，那就远不如煤油这样的烃类燃料来的实用。举个例子，同样是超燃冲压引擎， NASA 的 X-43 用的是液氢燃料，后来发展出的 X-51 就改用 JP7 这个适合于高速飞行的烃类燃料。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？ SpaceX 的 Starship 选了甲烷作为燃料，它的质量能量密度是55兆焦每千克，体积能量密度22兆焦每升，都介于煤油和液氢之间。比起煤油来说，液态甲烷的比重更高，很难结胶，很少积碳，粘度还低，不但可以让引擎有更高的温度和推力，还有利于引擎复用。比起液氢来说，液态甲烷的密度高了5倍，不那么费空间，液化温度只需要-161度，保存方便，甚至可以和液氧用同一套温控。更重要的是， Starship 的目标是火星，火星大气有 95% 是二氧化碳，从二氧化碳可以制造甲烷。因为这些特点，甲烷成了下一代的火箭燃料。国内的私营火箭公司蓝箭航天也在设计一个甲烷燃料的火箭引擎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优秀的燃料不但质量能量密度要大，本身的密度也要大。往未来看，还有什么选择呢？化学燃料方面，极限应该就是金属氢。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上，氢下面几个元素锂、钠、钾等都是金属。氢呢，也有它的金属状态，巨大的压力让氢原子变成金属晶格，电子能自由移动。2017年，哈佛大学的 Ranger Diaz 团队用钻石高压针的方法给氢气施加495G 帕的高压，制造出了金属氢。有理论认为，亚稳态的金属氢在压力释放之后，仍然会保持金属氢的状态，而不会恢复成氢气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把它当作高密度的固体燃料来使用，质量能量密度高达216兆焦每千克，是现有火箭燃料的5倍。要更高，就得靠核反应了，那就不是化学燃料，而是核燃料。裂变可以到2.2兆兆焦每千克和43兆兆焦每升，比化学燃料高几万倍。氘的聚变则还能比它高200多倍。反物质反应则可以再提高将近200倍。相比之下，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是多少呢？ 0.72兆焦每千克以及0.9兆焦每升。想用电池取代燃料驱动飞行器，看看这个数字再想想吧。看完燃料再来看看公制。对化学引擎来说，推进剂既是公制又是能量来源。对电推进和一部分核推进来说，公制和能量来源是不同的。目前最常见的公制就是气体，大气层内的航空引擎，螺旋桨和涡扇是搬运大量空气，涡喷是吸入气体加热喷出，火箭是把推进剂反应生成的气体喷出。前面2个系列讲了很多细节，这里就不重复了。一种很罕见的公制是水，这里指的不是印度的火箭那样用水来降温冷却的做法，而是真的用水作为公制。小孩玩的水火箭其实就是用水作为公制的，不过这也就是玩具级别的。真的水火箭来自于以前提到的试图做单极入轨的公司 Arca-Space， 他们的单极入轨想法失败了，于是打算在原先的火箭下面加一级，成为2级火箭。而加的这级也不是什么正经火箭，是个巨大巨胖装满水的一级，叫做 LARS。 里面的锂离子电池驱动巨型热得快烧开水，喷出15个大气压250度的蒸汽产生推力，推到一定的速度和高度之后，1、2级分离，2级是个普通的化学燃料火箭，继续加速。这个水火箭理论比冲不到100秒，比普通火箭引擎差得多，除了好概念骗投资之外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Arca-Space 的成立时间比 SpaceX 还早几年，到目前为止推出过各种概念，但没有任何可以使用的产品。现在他们的水火箭主打居然是环保，居然要人在网站捐款给他们做火箭。用锂离子电池已经很低效了，用电阻产生热也很低效，结果肯定没法环保。即便改成用一点化学燃料产生热，或者燃料电池驱动微波磁控管，都能好得多。这公司韭菜色的网页风格也算是本色演出了吧。第3种公制，也是未来将会成为主流的公制，是等离子体。不管是航空还是航天，都可以用等离子体作为推进。原先简要提过什么是等离子体，这里详细讲一下。等离子体是气体进一步提高能量的相变结果，固体提高能量变成液体，液体提高能量变成气体，气体提高能量变成等离子体。灌入高能量可以让气体分子的电子游离出来，而分子本身成为阳离子，这个过程称为电离。一种电离的方法是加热，可以在气体里接入电极，当电压高于气体的击穿电压时，电流流过气体，产生高温，形成等离子体。对于干燥的空气来说，击穿电压是每米300万伏，稀有气体的话会远远低于这个数。电离出一部分等离子体之后，还能进一步用微波共振来加热，比如核聚变反应堆的做法。第2种方法是用强电磁场来电离，靠的是电子在电磁场中被加速，脱离分子，比如特斯拉线圈的电离，用的是高频高压电。实际上，等离子体是宇宙中最常见的物质相态，远远多于固态、液态、气态。从宏观性质来说，等离子体和气体很像，都可以压缩，都可以流动，但是等离子体是导体，可以用电磁场控制，这给等离子体带来了一些气体没有的良好性质，只是目前人类掌握的能量级别不够，无法很好利用等离子体罢了。这里可以比较一下涡喷和 VESIMA。 涡喷用旋转叶片和收缩形状来压缩气体， VESIMA 用磁场来压缩等离子体，省去了压气机和涡轮。涡喷用燃料的燃烧来加热气体， VESIMA 用微波来加热等离子体，省去了化学燃烧。涡喷用喷嘴来约束喷出气体的形状和方向， VESIMA 用磁场来约束喷出等离子体的形状和方向，省去了喷嘴的重量，还能自由变化形状。它们的原理是相同的，但因为气体不导电，只能靠形状和机械运动来控制它，而等离子体却可以用无机械运动部件的电磁场来达到一样的控制。所以，如果飞行器有足够的电能输入，
那毫无疑问，等离子体作为公制的引擎，可以比用气体的做到更轻的重量、更高的可靠性、更高的温度和效率。之前介绍过的直接聚变推进则是另一个思路，让推进剂流过氦酸和氘的聚变核边缘，靠高温电离成等离子后喷出。这种方法的推力和比冲都很高，同时可以用于航空和航天，只是推进剂来自于吸入空气还是气罐的区别而已。很多人一提到聚变就会说中子辐射，错，大错特错。氦酸和氘的反应只产生氦4和一个质子，氦4是稳定的，无辐射，质子可以很容易用磁场屏蔽，所以这样的引擎几乎不会排出对外界有危害的辐射。除此之外，用等离子体作为公制，不需要化学燃烧，所以携带的推进剂只需要一种化学性质不活泼的气体，在成本和安全性方面都比携带化学燃料和氧化剂好得多。比如可以直接从空气里吸入并分离氮气作为推进剂，要多少有多少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过了一遍航空和航天引擎在燃料和公制上的共同点。下一期将要看一下前面2个系列一直没有提及的一个重要部件——喷嘴。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